今天呢，有个男生跟我说啊，他从29岁就开始相亲了，一直呢相到了现在35岁了。中间呢，他谈了2个，但是都没有成。他现在真的是都不想追女生了，甚至呢，他都有点厌恶女生。要是不是家里边催别说让他结婚了，就让他现在谈个恋爱，他都嫌好麻烦。我呢，看他真的是弄得挺痛苦的我就跟他分享了几个我做红娘以来总结出来的一套相亲中的规则。不听的别后悔你到外边可能花钱你都听不到。第一条呢相亲对象基本上是不用你去追的，那种能让你费劲巴拉去追的看你表现的，那基本都是不怎么喜欢你，或者呢就是想吊着你，把你放他的鱼塘里先养着。你呢就别天天跟舔狗似的去讨好人家不用，真的没必要。因为喜欢你的女生她自然会跟你互动的很好，她也会主动找你。你呢就别做那些舔狗的事儿了最后呢只是感动了你自己罢了。当然了，你主动的去关心对方，积极的去表现，这个肯定是应该的，但是一定要有度但凡见面3次以上都不让你牵个手碰都不让你碰一下，真的你就放弃吧。2个月了还不肯跟你确定关系的，你也别浪费时间了，知道吗？不合适。这第二呢，相亲你千万不能总想着找个特别满意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的人。你不要总是抱着那种幻想能找个温柔的、漂亮的、善良的、贤惠的，上的厅堂还下的厨房的，最好呢还家境好、学历好而且呢还会挣钱，这样的女人最满意。我觉得这种的怎么还会流落到相亲市场里来呢？早就被别人下手了。所以你要懂得权衡一下的。如果一个姑娘她在长相、性格、家庭背景包括她工作这4个维度当中，她占了2-3个点，那就已经是很优质的对象了。如果在你的眼中这个女人已经完美的不行了，那我估计你根本就配不上了。所以想找一个合适的，真的都比登天还难的那就咱们就不要那么挑了，对不对？就不要那么幻想了。第3个呢，就是在约会多次以后这个女人1次都不给你花钱1次都不愿意买单，那你就要谨慎选择了。你要是钱多烧的，那随便对吧？那种铁公鸡一毛不拔的女人，你趁早远离。毒鸡汤说你不给她花钱就是不爱她。我呢虽然不完全否认这个，但是男女其实是一样的，知道吗？就是你看那个舍得给你花钱的女人，那也是真爱。只不过呢这个事儿不只是针对男人的。第4点，如果交往过程当中对方总是在嫌弃你这儿嫌弃你那儿，经常看你不顺眼看你不爽，动不动还打压你一下，比如说嫌你工资低啦个子不高啦，或者说你房子太小啦，反正种种之类的。但是他嫌弃完了之后呢，还是愿意跟你保持关系，这种的十有八九你就是被人家吊着的咱能不能有点骨气别上杆子跟没见过女人似的。人家呢那就是感觉特别优越嫌弃你，觉得你配不上他，但是呢又暂时找不到条件更好的，先稳住你吧，对吧？这种的你就自己看着办这第5个一定要了解一下他的原生家庭和他平时的生活圈子，特别是他父母之间的关系，还有他跟他父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如果遇到个妈宝的或者伏地魔那你真的掉进无底洞了。还有她身边的闺蜜是什么类型的，记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胡乱的结婚真的是你还不如保持单身呢。虽然不结婚很另类也不太符合大众的价值观，但是最后说一点，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建议你们还是要找一个自己喜欢的，最起码呢相处舒服一点的人在一起吧。大龄的生男生女们真的也不用太焦虑了，结婚并不是人生的必选项，你们说对不对？现在我经常会遇到一些快40岁的小姐姐们来找对象，完全是一群梦幻仙女，不知道她们哪里来的自信。我相信你一定是事业有成，保养的呢也很好很精致，可是你千万别一开口就说要找个优质男人，行吗？清一色的回答都是尽量找个没有结过婚的吧，毕竟自己还是个未婚，不想去给别人当后妈的，没有那个经验。要说非得找个离异的话，那就得物质条件特别特别好的
啊，就是能够实现财富自由的那种。说真的啊，也不知道你们都早干嘛去了？你都快40岁了才想起来找个对象吗？知不知道自己年龄多大了？再过几年啊，你更年期都要开始了，子宫都快没有用了，知道吗？有哪个优质男人想找这一款的？现实啊是这样的，没结过婚的，但凡他能看得上的，几乎他都不在人家的考虑范围之内。就算他看上了呢，人家也未必看得上他呀。人家宁可找一个年龄小几岁的女孩，哪怕条件差一点都行。你再优秀也不是男人眼里那个优秀，你们的标准都不一样，知道吗？还有就是说啊，那种物质条件特别好的单身离异男呀，你想什么呀？你根本就不可能碰到这种男的。别说优质男极少会离婚，就算有几个离婚的，那身边也有大把的年轻美女无缝衔接，你信不信？还能有你的位置吗？啊，还财富自由呢？可以说你连他的边都碰不到。他们来相亲的几率啊，那实在是太低了。你们这些女人呢，真的是啊，把自己给耽误了。都到这个岁数了，还认清不了现实，非要跟年轻女人去争抢那一小撮优质男人。醒醒吧啊！你就根本不可能是人家的菜。现在相亲市场上啊，有单身的男的，有离异的男的，也有条件特别好的男的，但是啊，就是极少有条件特别好、离异又单身、财富自由的男的。因为他们这类人基本不会离婚，有的小姐姐还想着啊，做个三姐吧啊，去破坏人家家庭。那你真是想多了。他们不会傻到为了一个40岁的女人放弃一半的财富去离婚的，这点你就放心吧。你于他们而言，价值在哪里呢？爱情吗？那你就太天真了。对于这样的男人来讲，爱情啊，那就是个可爱的游戏，不一定非得带入婚姻啊。他才不会跟你一样去飞蛾扑火呢。他可不是傻子，就算他真的离了，也有大把的90后、00后在等着。他为什么要找一个40的呢？所以，就算他离了婚，后边也没你什么事儿，明白了吗？最近呢，我们的北京大龄专场真的是女生爆满，但是男生呢却寥寥无几，局面真的是有一些尴尬的。女生们虽然都很积极主动个个都踊跃发言展示自己，但是男生们呢却表现得比较冷淡。这些男生呢也确实从条件来讲，可能有一半都不及这些女生好，就有几位还算过得了这些大龄女生的眼。但是呢，眼瞅着活动快结束了，这几位男士一个女生的微信也没有加，估计呢是一个也没看上吧。于是呢，我就采访了一下他们的想法原来他们呢虽然来了，但是呢也是来装个概率的。如果能在大龄女生当中遇到一个满意的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呢，非常遗憾一个也没有。他们说大龄女生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年龄大，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生育价值所剩无几。生一个可能没有问题但是生2个的话，估计就完全不可能了。所以如果一个大龄女生长得很漂亮，身材保持的也很好，经常锻炼，状态很好，那只生1个的话也凑合可以，最起码我看着她也舒服也值了。关键的是呢，大部分的大龄女生并不觉得自己颜值不好，她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思想认知有问题。她们明明在婚恋市场完全没有了竞争力，但是呢还是不想降低自己对男人的要求，要房子要车子事业有成，情商高，长相好，哪一条他们也不想放弃，还想花男人的钱。尽管他们自己可能也不缺房子缺车缺钱，但是呢仍然想花你的。大龄女生呢很看重物质，但是年龄长相情商又配不上她的理想。她们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还处在和世界对抗的层次里，而不是去适应社会。她们又没有能力改变有钱人的看法，那些有钱人为什么要听他们 PUA 呢？这不是很奇怪吗？他们说自己的阅历多，思想成熟，有房有车，工作能力强，他们认为自己的优点很多很多。其实大部分的剩女压根儿就不漂亮，只是他们自己认为自己漂亮而已。工作能力强，有车有房，那也不是男人对女人的刚需结果他们的要求比20多岁女孩还要高，说自己阅历多可能其实只是情感经历多，还死不承认。对于优质男人来讲，这样的女人根本就是负价值的。大龄剩女虽然不服气，以为呢是因为自己年龄大了，所以就找不到优质的男的。其实他们压根儿没有意识到，年龄大的背后还隐藏着更大的缺点。北京相亲市场里，好男人是不是根本就不流通了呀？这是一个95年的姑娘问我的问题听她这么问呢，我就有点无语了。那好男人怎么就不流通了呢？
关键的是你眼里的好男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不是阳光帅气、独生子、爱好颇多、喜欢运动不油腻、父母都有退休金、多套房产多辆车、学历最好985、211毕业啊，收入呢几十万，还得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无不良嗜好、有衣品、会穿搭、皮肤好、身材棒、情绪价值要拉满，智商情商都得高，会说话、会哄人、会照顾你，最好家务活全包，不打游戏、不钓鱼，出门不看别的女人一眼，心里眼里只有你一个人，还得尊重女性，不大男子主义，花钱也得大大方方的，你想买啥就买啥，不妈宝，一切都听你的，你指东边他不敢往西边走。哎呀，我估计这样的男的几乎就不存在，好不好？就算是有啊，那确实也不流通，就在学校人家就被预定了，好不好？就算他比较坎坷，流通出来了，那也流通不到你的跟前啊。就算流通到你跟前了，你也未必抓得住他呀。再说了我们大众认为的好男人，就是那种普通大众，长相普通，学历普通，不善于社交，老实本分，用情专一，不太会哄你，还比较节省的男孩。他估计就算是流通到了你面前你可能都不认识他，你还会觉得他不够高，不够帅，不够有钱，不够 man， 你还看不上他。所以呢，好男人多的是，只不过你认不出来罢了。现在到底是谁降低了生活质量呢？经常我都会听到一些女生说找个条件差的男生结婚会降低他的生活质量。那我怎么听了都觉得这句话还是有点毛病。现在不管是谈恋爱还是结婚，还是婚后养家养孩子，基本上都是男人在承担经济开支，对吗？难道是女人在承担吗？好像也不是吧。女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认知，是因为有的女人她认为她不结婚的时候呢，她挣的钱都可以随便花，一结婚她就不能那么花了。如果能找一个有钱的男人或者挣得多的，就没有这个后顾之忧了呀。不但自己的钱可以随便花，老公的钱也可以归他。所以呢，其实真正降低了生活质量的是男人。咱们来算一算一个普通的男生，就算一个月他挣1万块钱，如果他不谈恋爱不结婚，那他不比一个月挣几千块钱的你要过得舒坦吗？那个钱简直他都花不完，好吗？发完工资除去了房租水电1000多，一个月2000的生活费足够他吃得很好了。298的洗脚是刚需隔段时间就去解乏，一个月呢也1000不到。喜欢的游戏皮肤直接全款拿下就好了呀。日子都过成这个样子了，我们还有一点钱也没花完，咱还可以给自己添置2身新衣服，时不时的呢带兄弟出去聚个餐，喝个酒，撸个串一个月下来怎么也绰绰有余了。如果要谈恋爱的话对不起，所有的焦虑和痛苦都来源于女生的物质需求。男人们真的不要再被女生拉低生活水平了，更不要去花没有身份的钱。真正喜欢你的女生，她是会替你省钱的，替你计划的，而不是一直在消耗你。所谓风吹哪页读哪页嘛，哪页难读就撕哪页嘛，谁爱我，我爱谁嘛。这样的神仙日子过着它不香吗？我看现在谈恋爱结婚明明就是男人在降低生活质量怎么还变成了贼喊抓贼了呢？大家说对吗？过了40岁的未婚女人你千万不要来找我找对象了，好吗？我真的是怕了你们了就没有一个我感觉就没有一个正常点的。最近呢是有一个朋友让我给他的一个远房表妹介绍个对象。我一听呢都41岁了那还怎么找找年轻的你不配了，找条件好的那你更不配了，找个离异的呢你可能还不甘心，找个年龄大的呢你可能还嫌人家老。总之过了40岁还没有结过婚的女人，不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基本上你这辈子都结不了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是因为年龄大了不好找，是因为他们这一辈子都在找那个他根本配不上的人，所以才变成了大领导。你们认同吗？比如说他这个远房的表妹身高1.6米不到，瘦瘦小小的，在一家国企里边做会计长相很普通，人的性格呢也比较传统呆板。我当时看到他还以为他不挑他只是因为没有渠道认识男性才单到现在的。结果并不是这样的介绍的时候我给他看的资料不下20个，条件好一点的他说自己配不上，条件差一点的呢他说不想活得太累了，条件合适他的呢他又要挑长相，没眼缘的他不想见，说这样他没感觉。后来终于联系上一位45岁左右的在一家国企里边搞技术的男士。这位男士呢也是未婚的，
就是个子不太高，长相呢确实不是他太能接受的那种。但是两个人还是见面了啊，当时说啊约在某个地方吃饭，男士呢还是挺绅士的啊，去接她下班，一起吃了饭。男士呢还开车呢把她送回去了，双方最初的印象还是不错的。可是啊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个女士就跑过来跟我说啊，哎呀不接触了啊，问她原因，她说居然是因为男士问她可不可以做女朋友，她说可以，刚刚答应了啊，男士就想亲她，她说完全不想让她碰一下，感觉还是受不了啊，喜欢不起来。她说自己啊也知道自己年龄大了不好找，但是啊将就着找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还是太难受了，而且她说她不太习惯让别人碰她身体，她会特别紧张。我当时真的是就很想问她，你是不是有病啊？不过我没问啊，这还需要问吗？然后我又给她介绍了一位离异的48岁的男士，长相身高和工作啊他都很满意，于是两个人呢又见面了。约会的当天两个人也是约到外边吃饭啊，结果两个人吃完饭又不欢而散了。我又问他为什么啊，他说这个男士摆架子啊，都没有开车去接他，感觉很不被尊重，男士有点高高在上。饭后呢这个男士也没有送他回家，他那个自尊心啊就开始强烈的跳动，坚决的不跟这个男人发展了。后来啊我就问那个男士为什么都不送一下女士呢，让对方感觉到特别的被怠慢。男士说啊当时是女士选的地方啊就在他自己住的附近，所以他觉得没有必要去接嘛，自己开车开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地点之后啊人家那是一脸的不乐意啊，拉着个脸给谁看呀，我们还什么关系都不是好吗？我看他呀全程的不高兴，我哪还有心情送他回家呀？大家来说说，都40岁的人了啊，还有一颗少女心，这可咋整啊？为什么同居过的女孩现在啊真的没有市场呢？前几天有一个男生来找我啊，找对象啊，他说他就想找那种没有同居过的女生。那我就问他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同居过的女孩分手了，那就跟离婚没有什么区别啦，都是一样的，该开发的都开发了，都被别人玩腻了，除了没有什么法律关系啊，没有小孩之外，其他的跟这个离婚是一模一样的呀，自己凭什么要当这个接盘侠呀？更何况这样的女孩也不知道她有多少个前任呢，我跟她在一起会感觉不适的。而且呢女孩子啊还要平等，要爱她，要宠她，包容她，那我的感受又谁来理解呀？所以她会觉得啊跟同居过的女孩在一起啊自己是非常吃亏的，因为她从来不跟任何女生同居，她觉得那跟结婚没有什么区别，对双方都是不负责任的。那你们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你是不是小姐生子丫鬟命啊？跟你聊几句啊就知道了，你是不是很快就能嫁得出去呢？看看你的情商啊就全明白了。你的认知就是另一个你，他可能阻挡你，也可能帮助你。有些30多岁的女孩啊说出来的话真是令人下头的，一听就知道啊为啥30多了你嫁不出去。他们的恋爱观是这样的啊，说女人谈恋爱啊结婚就一定要图钱，你知道吗？那些图钱的最后都赢了，那些图人的最后都输得很惨。现实中是这样吗？可我真实看到的大部分嫁得很好的女人，她们从来不跟男人谈钱，她们只是跟男人好好谈恋爱，最后呢既收获了爱情也收获了钱。而那些只图钱的女人呢，把有钱的男人当傻子，最后呢钱没图到人也没图到的人大有人在。你知道为什么你才是真正的输家吗？你谈个恋爱一上来就图钱，有些女人说我就要谈钱，谈钱才能衡量他对我的爱呢。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是在卖你自己吗？爱情这个东西它原本跟钱是没有什么关系的，现在你倒好，你的爱情要靠钱来买了是吗？那还叫爱情吗？根本就不是。也难怪啊，现在有的男人啊不愿意再花钱啊来证明自己了，他们已经被这个幌子啊坑得够够的了好吗？男人又不是傻子，特别是有钱的男人，他们的财富难道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和智慧得到的吗？所以啊就你那点心思和伎俩啊人家全看在眼里，你不过像个笑话啊，你抬个腿啊他都知道你要干什么，只不过人家不说罢了。你不过是他花一点钱就能得到的女人，你觉得你在人家心目中能是个什么角色呢？是一个乞讨者吗？差不多了吧，天天伸手要，不是吗？有的小姐妹可能被1-2个男人伤透了心，就变得现实又无情啊。难怪现在有的男人说你们啊，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啊，毁就毁在自己嘴硬，30多岁嫁不出去指定就是有毛病，嘴上说想找个有缘的，心里呢其实想着找个有钱的。可是有钱的人呢永远喜欢18的，没空研究你这30出头的。大龄剩女啊你别愁，
找不到青年找老头。虽然这些话啊有点调侃的意思，但是呢听上去也没毛病。所以小姐妹，你谈恋爱谈钱的前提是你能不能给对方提供人家想要的情绪价值。你先自己审核一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你说个话都处处得罪人啊，谈个恋爱也不管不顾，必须男人给你当舔狗。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有钱人是舔狗的，只有大波的女人啊生扑他们，那还差不多。好的爱情它是不会流露出物质的痕迹的，但是呢它却处处有物质的支撑，这个才是对的。那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刻意追求的形式。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呢？啊，别忘了给我一个小心心哦。